那我们今天开箱是来自 Minifirm 的 Desk Mini 系列的一个小主机。嘿，大家好，我是悟空。那今天这视频呢，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手中这一台来自 Minifirm 的 Desk Mini 的小电脑，它的具体型号呢已经贴在这个屏幕的上方。那这一款小电脑呢，跟我们上一次介绍的 G425有所不同，它这次搭载的是 AMD 平台的 AMD Ryzen 5 350H。那这颗 CPU 呢，跟我们上次介绍的 Blink GTR 这个小主机的 CPU 呢是完全一样的，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它的 CPU 以及 GPU 的跑分呢，应该也是非常类似的。所以这一次的视频在这个跑分这个方面的一些篇幅呢，可能就有所下降了。但是留下来的时间呢，我们着重讨论以下几个问题。那这些问题呢，都是上一次视频或者上上次视频观众比较关心的几类问题。那第一个问题是，那这样一个小主机拥有双千兆的网口，它能不能作为一个软路由来使用？那第二类问题就是，这样一个小主机，它噪音非常的小，体积又非常的小，能不能作为客厅的一个家庭影音播放系统，就是我们俗称的 HTPC？ 那第三类问题，我们着重说一下，这样的一个小主机跟我们上次介绍的 Blink 的 GTR， 它在外形以及使用体验上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？好了，那片头呢，我们就不废话了，马上开始今天的视频。一旦按过一次之后呢，你就总想按，就像这样。哇，真的是太治愈了。后来我又发现一个比较快捷的方式，直接按中间就可以把它拿起来，太方便了。好，那打开之后呢，大家可以看到左侧呢是一个 M2 的 NVMe 的固态硬盘，右侧呢是一个 DDR4 的2400的双通道内存，目前呢是标配了一个8GB 的版本。那接口部分从左到右依次是数字麦克风 Type-C 接口、USB 3.1 Gen 1、USB 3.1 Gen 2，然后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？就是这个呢，它的带宽呢是10 Gb 每秒，耳机的接口，电源的开关，这个电源的开关呢，指示灯呢是蓝色的，如果是白色的就更好一些了，因为大家都知道蓝色是比较刺眼的。这边呢是一个 BIOS 的重置按键。再看一下后面，那后面板呢，从左到右依次是 USB 3.0 Gen 2， 它的这个速率呢也是10 Gb 每秒。这边呢是一 DP 接口、HDMI 的接口，两个千兆的 RJ45 接口，以及一个 DC 输入。再来看一下底部呢是大面积的散热格栅，并且有一个非常大的涡轮风扇。好，那我们跟林克对比一下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？其实最主要的区别可能就是林克多了一个指纹识别，其他地方呢就是林克多了一个 HDMI 的接口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边呢有2个 HDMI 的接口。再有就是它的重量方面，林克要比这台要重了很多，并且林克的主板要比它大。OK， 这个就是它的一些区别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通电做一个测试。好，那经过前面短暂的一个初始化的工作呢，目前呢我已经进入了 Windows 界面。大家可以看到，目前我已经安装了一部分测试的软件。我们先看一下系统信息。首先呢，这边标注着型号是 DMAF5， 预装了8GB 的内存。现在目前是一个 Windows 10 Home 版本，已经激活的一个状态。好，那马上开始今天不服跑个分的系列。第一项 Cinebench R15。首先呢是一个单核的测试，我们需要把这一项勾选，因为这个过程需要很久很久。这2项测试呢，我们需要跑30轮，所以总共的时间可能要花费5个多小时的时间，所以我们直接看结果。好，那最终的结果是单核心呢，最低是123，最高是146左右。大家可以看一下整体的水平还是非常平均的。那这个测试呢，跟上一次我们测试的结果是差不多的，就是那个林克的小主机是差不多的。我们再看一下多核心。那多核心也表现得非常平均，但是多核心呢，好像比上一次的林克那个小主机跑得要高一些。这里面最高值是753，当然了，咱们还是看平均水平，大概是730左右。那这个图如果不明显的话，我们换一个面积图。OK， 大家看这个图可能就会比较明显一些了。总体的走势都是非常平稳的。其中这里面的最高值呢，大概是753，最低值是730左右。好，那接下来是 Passmark 跑分，直接看成绩，总分呢是2763。那其中 CPU Mark 呢是8096， 2D 409， 3D 1101，内存的测试呢是1717，硬盘15803。
那其实除了 Passmark 呢 ，Geekbench 我也跑了一个成绩，大家可以直接看这个结果。那单核成绩呢是850，多核成绩呢是2968分。好，那下面说一下 3D Mark 进阶版本，我们直接看最后的最终的结果。最终 TimeSpy 的成绩是692分，那这个成绩是略低于这个上一次我们测试的这个 Blink 的 GTR 的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测试一下这个 M2 的固态硬盘它的一个速度的情况。首先是1GB。好，那这边可以看到最终的成绩是2895分，其中这个连续读写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。4K 64位随机呢也是成绩不错的。好，那接下来试试10GB 的大文件，点击开始。好，那最终的结果呢是1633分，其中的这个读写速度还是非常快的。那4K 64位的随机的速度呢已经下降到了360兆，不过已经表现非常不错了，毕竟是一个 NVMe 的固态硬盘嘛。好，那下面进行一个 WiFi 6的测试。其实 WiFi 6的测试呢门槛还是比较高的。我上次测试这个 Blink 的 GTR 的时候，测试出来这个 WiFi 6的成绩并不是很理想，我还以为是这个英特尔 HR200 的无线网卡有问题呢，但是我发现其实也并不尽然。这次呢我换了一个路由器，再给大家做一个测试，大家看一下最终的一个成绩。我目前使用的环境是北京联通1000兆的宽带，我们看看它能够跑到多少兆。好，我们这边直接看一下最终的结果。那最终的成绩呢是下行892，上行38，可以看到这个成绩还是表现不俗的，几乎是跑满整个的1000兆宽带。所以其实 HR200 呢并不弱，可能弱的就是路由器的这个位置以及路由器的这个辐射范围。好，那接下来当然不能少了系统的稳定性测试了，比较经典的单考30分钟的测试。我们现在直接看结果，单考了3分钟之后的这个结果呢，大家可以看一下 CPU 的温度已经上升到了96度。CPU 的频率呢还保持 3.48G 赫兹，还是比较高的一个主频。好，那单考15分钟之后呢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目前的这个主频呢有所下降，下降到了 3.37G 赫兹，依然是比较高的一个主频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温度呢，目前下降到了90度，基本维持到90度附近。然后目前 CPU 的一个功耗呢是15瓦左右。我们再看一下单考了30分钟之后的最终的结果是 CPU 的温度呢依然保持在90度，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CPU 的主频呢并没有大幅的降低，还是 3.36G。 可以看到这个小主机呢跟我们上次评测这个 GTR 呢是有所不同，还是比较韧性的，在 CPU 温度很高的情况下它并没有降频，然后此时的这个 CPU 的功耗呢是15瓦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HTPC 的应用。那关于 HTPC 这一块呢，我能够给大家提供的这个方案就有几种，比如说你在 Windows 下直接安装一个 Kodi 的软件，那也是非常强大的。这边有 Windows 版本、安卓版本，我们下载这个 Windows 版本就可以了，直接在 Windows 下去使用。还有一种方法是刷一个其他的操作系统，当然这边呢，我不建议直接在硬盘上去刷，而是准备2个 U 盘，一个 U 盘呢用作制作引导文件。我们可以选择系统有 OpenLeak 或者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 Libric， 用它这个写盘工具呢制作一个安装文件，然后我们再安装到一个 U 盘上作为一个引导就可以了。我们这边呢选择 AMD 64位平台，然后这边呢选择一个镜像，那镜像呢也是从官方网站下载的，然后我们插入 U 盘，然后直接写入就可以了。好，那目前呢我已经把 U 盘插到这个机箱上了，我们现在开始重启。我们在重启之后呢，快速按下 F7 这个按键，然后选择这个 U 盘引导，就是 SanDisk。好，这边我们选择第一项安装 Libric， 回车。那这边就是选择硬盘的这个地方。然后大家可以看到下面就是整个操作系统的一个硬盘，我们不能选择这一块硬盘，因为这块硬盘是我们整个的 Windows 10。如果我们选择这块硬盘的话，那整个 Windows 10就没了，所以我们需要安装在其他硬盘上。那比如这个，我们这边选择 Yes。那这个过程是非常简单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安装之后的效果。好，那安装好之后呢，我们就用一个 U 盘就可以搞定了。下面插入 U 盘，然后通电，看一下。我们接入电视机，我们这边选择爱国者这个 U 盘。好，那这边呢我已经接入电视机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目前就是这个 Kodi 的系统，其实就是 Kodi 这个软件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目前因为我没有这个遥控器，所以我暂时使用的还是这个键盘。那如果你有一个比较合适的遥控器的话，我相信这个操作体验应该是不错的。我们首先播放一个影片看一下，比如这个《阿凡达》吧，我们看一下。OK， 这边已经播放了，大家可以看一下整个的这个操作流畅度还是非常高的，几乎是秒加载的。那目前我是采用这个网线直连的这个方式，当然你也可以用 WiFi 6。那这个操作系统是可以识别它的网卡的，以及蓝牙这些我都试过，都是完全可以的。大家可以看一下整个快进呢都是非常的流畅的。其实 AMD 的这个小主机作为一个
蓝光播放器来讲的话，是完全可以胜任的，因为它的这个处理器是非常强大的。我们再快进看一下 ，OK， 没有问题。我们找一个蓝光圆盘再做一个测试。其实这个文件已经很大了，我们这边选择一个绿皮书吧。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影片，它的这个大小呢是60GB。我们看一下，1、2、3，它总共加载3秒左右就可以把这个菜单加载出来，直接播放。OK， 没有问题，整个这个流畅度还是非常好的。我们再尽快退看看。没问题，非常的快。那其实用这个 AMD 的这个小主机或者 X86 这个小主机作为一个 HTPC 来讲的话，都是完全可以胜任的。大家都知道 X86 平台的 CPU 还是非常强大的。好，那关于 HTPC 的这个演示呢，就先到这边。好，下面我们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 OpenWT 的这个系统。好吧，那经过一段时间的折腾，给大家来个汇报。我用左边这台电脑作为上网，右边这台电脑作为软路由。那我把这个系统已经刷到这个 U 盘里面了，但是我发现这个网口始终不能够成功的识别，以至于还是无法上网的一个状态。但其实这并不意味着说这个就没法做软路由了，而是可能这个固件不太匹配吧。虽然我已经换了好几版的固件都不行，然后同样的固件呢，我放到这个机器上倒是可以识别的。所以我觉得应该不是它做不了，而是可能是网口的驱动没有集成吧。所以这一部分的演示呢，就只能作罢了。好了，那经过前面的折腾，我相信大家已经对这款小主机有所了解。那我个人认为呢，这台小主机呢更适合在办公室去使用。为什么说在办公室去使用呢？因为办公室里面大家都知道有很多的这个显示器，那基本上你不用再单独去买这个显示器。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？好多的公司的这个办公耗材呢是统一去升级维护的。所以说，如果你这个电脑已经用了1、2年或者3、4年都没有更换的话，你可能就会向公司申请。但是这个申请的流程和审批的这个过程是非常漫长的，有可能等你申请下来，你可能都辞职了。所以说，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呢，有的时候不得不自己动手，丰衣足食。哪怕是你自费花2000多块钱，我认为都是值得的。只要对这个工作效率有提升，那都是有帮助的。我记得当年我上班的时候，自己就是购买了一个华擎的小电脑，那虽然不是这个品牌的，但是同样是小电脑。这个小电脑呢是非常方便的，我直接放在这个办公室桌上面，可以稳定运行2年都不经久不衰。所以我认为这样的一个小电脑还是有它的这个使用场景的。那第二个使用场景就是在家庭当中使用，比如说你现在已经有一个笔记本电脑或者一个 Mac 的电脑，还缺一个 Windows， 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小电脑配上你原有的这个显示器，应该就是一个不错的搭配。再有就是 HTPC 的这个场景，刚才我们已经试过了，作为 HTPC 的话，绝对是完全胜任的。但是如果你接的是显示器的话，我个人建议还是没有必要去单独刷一个系统，因为大家都知道，其实 Kodi 这个 APP 呢，在 Windows 下是直接可以下载使用的。那再有就是软路由这个场景，这个有点打脸了。在片头中，我们跟大家说，能不能演示一下这个作为软路由的一个使用场景，能不能作为软路由来使用？其实是可以的，但是我这次呢，网卡驱动这方面或者说 BIOS 设置这方面出了一点小问题，所以最终没有给大家做一个演示。那这一部分的坑呢，我打算下一次或者下次再给大家做一个弥补的视频。哦，对了，如果作为一个 HTPC 来讲的话，我觉得这个遥控器就是一个你值得考虑的问题。像这种安卓的遥控器呢，其实是不能完美的适配的。但是这个 OK 键跟这个键盘上的 Enter 键还是有点区别的，所以这几种的遥控器呢都不太适合这个 HTPC。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演示的是采用一个普通的键盘来做操作的，那这是需要大家注意的。好了，那关于这个小主机呢，我介绍就这么多。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欢迎点赞、转发、分享。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。